中国呀，醒醒吧！日本的主流民意就是拉美国和西方走狗下水，一块儿干翻肢解中国，占领它。日本的老百姓每一个都是右翼，中国别睡了。好多人以为啊，高市早苗喊着要撕毁日本的和平宪法，就是几个右翼的老帮子搁那儿自嗨，底下的日本老百姓根本没人搭理这茬啊！这个把这层护了日本70多年的和平的窗户纸捅破了，把整个战争这个引入日本，最后倒霉的不还是普通老百姓呢？对吧？好多人都这么想，日本老百姓不是傻子吧？但是呢，你看看一个在日本待了快8年的中国留学生，他是怎么说的吧？他说呢，自己在日本这些年从东京的繁华街区到北海道的偏远小城，接触了太多各自行业的普通的日本人。之前他和你们一样，觉得日本老百姓大多数是反战的，直到最近呢，高市早苗把修宪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他才发现你们在新闻里瞅见的那些街头举牌的反战的画面，根本就是冰山一角，水面底下无数的普通日本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的给高市早苗投支持票，甚至盼着日本能够修宪，再赌一把国运。这些支持者没有一个是你们印象里边穿着旧军装喊着军国主义口号的老帮子，他们就是你走在日本街头每天都能碰见的普通人，是晚上在居酒屋里陪笑的年轻姑娘，是白天在便利店打零工的年轻小伙，是超市里整理货架的退休的老头老太太，是骑着电动车送外卖的派遣工。你肯定纳闷了，这些人脑子不好使吗？真要打起仗来，最先倒霉的不是这些普通人吗？那个留学生说，他们和这些人唠过之后才明白，他们一点都不傻，恰恰相反，每个人心里边都揣着个小算盘，一笔一笔算得门清。他们比谁都知道修宪意味着什么，战争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还愿意赌这一把。至于他们到底为啥愿意赌呢？这件事儿背后藏着的根本不是什么军国主义复苏的大道理，而是日本社会烂到根子里的绝望，和每个普通人在绝望里最现实的算计。那个留学生觉得颠覆认知的是一群他们根本想不到的人，日本的年轻姑娘们。他说他自己第一次听见有年轻姑娘说支持高市早苗，是在新宿的一家居酒屋里边。那天他和朋友去喝酒，隔壁桌坐着2个20出头的姑娘，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刷着手机里高市早苗修宪的新闻。其中有个姑娘随口就来了一句，她想改就改吧，真能打起来也轮不到我们上战场啊。另一个姑娘接的话让他当场就愣住了。那个姑娘说，就是赢了我们跟着沾光，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我们现在不也是天天陪人喝酒吗？陪谁不是陪啊？即便是中国占领了日本又怎么样啊？我们还不是陪中国的大兵哥喝酒吗？跟陪美国的大兵喝酒有什么两样啊？说的对呀，说的对呀，朋友们。肯定有人会说，这日本的姑娘也太不爱国了，也太冷血了，太离谱了呀。你先别着急骂，你先看看这些日本姑娘在当下的日本过的是什么日子。日本厚生劳动省2025年刚公布的官方数据，全职上班的男性月均工资能到373400日元，女性呢只有285900日元，一个月硬生生的差出了9万日元，折成人民币4500块钱。
就这还是日本男女的薪资差距自1976年有统计以来最小的一回。你想想之前的时候这差成啥样啊，对吧？而且呢，这只是算上了全职正式员工的数，要是单看那些打零工做派遣的年轻女性，薪资差距只会更吓人。现在日本20到30岁的年轻女性里，超过60干的都是非正式雇佣，没有完善的社保，没有年终奖，没有晋升机会，公司想辞你就辞你，时薪大多就在1000日元上下，折合人民币也就50块钱左右。这点钱在东京这种地方够干什么呀？租个最小的单间，1个月的房租就要7、8万日元，再扣掉水电、吃饭、交通，1个月下来根本攒不下钱，甚至连吃饭都要掰着手指头算。那有人说了，姑娘们为啥不去找正式工作呀？不是不想，是根本找不到。日本的企业从招人的时候就明里暗里卡女性，同样的大学毕业，男生投简历10家能有5家给面试机会，女生投10家能有1回回你就不错了。就算好不容易挤破头进了公司，只要你一结婚一生孩子，基本上就等于职业生涯到头了。日本总务省的调查数据明明白白的摆着啊，日本女性生完第一个孩子以后还能继续留在正式岗位上的只有 17.8%， 剩下的要么被工资变着法的逼走，要么只能是辞职回家带孩子，等孩子长大了再出来，只能找临时工的活干。更别说那些单亲妈妈了，日本单亲妈妈的贫困率高达 47.8%， 差不多一半的单亲妈妈都活在贫困线以下，政府每个月给的那点育儿补贴连孩子的奶粉钱都不够，更别说房租和生活费了。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风俗业成了无数年轻女性的唯一退路。可能有人不知道，日本干风俗这行的女性保守估计都得30多万，顶得上中国的一个中型县城的人口了。为啥这么多人呢？无他，来钱快，便利店打一天工撑死了挣个18000日元，搁到风俗店里一晚上就能挣出来，甚至更多啊！这是他们当下的日本能够唯一找到赚生活费的营生。甚至官方新闻都报道过，连东京国税局的女职员、大阪的女警都要在下班之后去风俗店兼职才能勉强维持生计。连有正式编制的女性都活成这样，更别说那些连正式工作都找不到的普通姑娘了。现在你再回头看那2个姑娘说的话，你还觉得离谱吗？在他们眼里，这个和平时代给他们的是什么？是职场上焊死的天花板，是赚不到钱的临时工，是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的绝望，只能靠着陪人喝酒、陪人笑才能活下去的日子。那修宪开战对他们来说最快的结果是什么呀？无非就是日本战败了啊，他们去陪解放军呗，还是陪人陪酒陪人笑，和现在的日子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呀？那要是赌赢了呢？好家伙，那要是日本真的像政客说的那样，成了正常国家，拿到了更多的国际资源，经济再来一次腾飞，那他们是不是就有机会摆脱现在的日子？是不是就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不用再靠陪笑活下去了呢？一边是一眼望到头的毫无希望的日子，一边是一场哪怕只有1/1000的机会能翻身的豪赌，你说他们会怎么选？那有人说，日本有可能打赢中国吗？哪怕有1/1000的希望，如果中国里边的投降派决定解放军想打，投降派觉得讲和吧，有没有这个可能性？1/1000的可能性，你们想想有没有？日本姑娘不是傻，也不是冷血，在这个和平的年代，根本没有他们留一条活路的体面，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不敢赌的。如果说年轻姑娘的选择是绝境里的一场豪赌，那日本年轻小伙对修宪的态度说出来可能更让你意外。他们大多数根本不在乎修宪能不能成，甚至不在乎日本会不会开战，说白了就3个字，无所谓。
有人说不对呀，这真要打起仗来，最先被拉上战场的不就这些年轻小伙吗？他们怎么觉得可能无所谓呢？那个留学生说，他问过好几个20多岁在便利店打零工的日本小伙，问他们对高市早苗修宪怎么看，几乎所有人都回答是随便啊，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他问他们，你不怕真打起来被抓去当兵上战场吗？其中一个小伙回答，让他记住到现在。那个小伙说，怕什么呀？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管过我的死活，我凭什么要给他卖命啊？真要逼我上战场，我就直接撂挑子，谁爱去谁去。你肯定有纳闷了，这些年轻人怎么对自己的国家一点归属感都没有，怎么连命都不在乎了呀？还是那句话，你看看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你就什么都明白了。日本人泡沫破了以后，这30多年年轻人的日子是一年比一年难，曾经让日本吹了一辈子的终身雇佣制早就名存实亡了。现在的日本企业正式岗位大多数都留给了老一辈的员工，留给年轻人的全都是没保障的派遣工、临时工。现在全日本超过40%的就业人口都是非正式雇佣，在这里边一大半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干着和正式工一样的活，拿的工资只有正式员工的2/3，甚至一半还没有完善的社保，没有年终奖，干得不好随时被开，干得好也没有晋升的机会。日本内阁府202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70%以上的年轻人都坦言自己的经济不宽裕，对未来没有信心。20到34岁的未婚年轻人里面，接近70%都和父母住在一起，不是不想搬出去，是根本租不起房子，连自己都养不活，更别说结婚生子了吧。日本的一个研究所2026年刚出的调查，日本未婚的人里面 76.3% 连个处对象的人都没有，直接创下了历史新高。尤其是20来岁的男性，快70%都是单身，连个对象都找不着。18到29岁的未婚年轻人里，超过60%明确说自己不想要孩子，其中男性的比例超过了 60%。 更令人唏嘘的是，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2025年的追踪调查，日本22到29岁的未婚男性里 34.7% 的人从来没有过性经验。日本男性的终身不婚率已经涨到了 25.7%， 也就是说每4个日本的男人里就有1个这辈子都不会结婚。他们不想结婚，不想有个家吗？不是不想，是真的结不起啊。日本的社会规则里边，男人结婚就意味着要扛起整个家的开销，要买房，要养家，要养孩子，要给老婆一个孩子一个安定的生活。但是现在呢，他们连一份稳定的工作都找不到，连自己吃饭都要算计，拿什么结婚，拿什么养家呀？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小伙彻底放弃了，不社交，不恋爱，不结婚，不生孩子，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对这个社会也就没了半点归属感。他们每天就是打零工赚点钱，够吃饭就行，剩下的时间就在家里边打游戏看动漫，外面的天塌下来都和他们没关系。现在你再想想，他们为什么对修宪对开战都无所谓了呀？因为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给过他们什么，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体面的生活，没有成家立业的希望。在这个社会里边，他们像个透明人，可有可无。这个国家的未来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们，他们又凭什么要在乎这个国家的未来？修宪成功了，日本成了军事强国，和他们没关系，他们还是要打零工，还是赚不到钱，还是结不起婚。修宪失败了，日本还是老样子，他们的日子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就算真的开战了，又能怎么样啊？大不了就是政府逼他们上战场，但他们对这个国家没有半点忠诚，没有半点留恋，没有家庭要看护，没有孩子要保护，什么都没有，逼他们去卖命，他们只会觉得凭什么呀？很多人说这些年轻人是被右翼洗脑了，变得好战了，但恰恰相反，他们根本就不好战，他们只是对这个烂透了的社会彻底失望了。他们不在乎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他们只在乎这个一成不变的让人绝望的现状能不能打碎。哪怕打碎之后会迎来更坏的结果，那又怎么样？反正现在的日子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了。所以说年轻人为什么投给高市早苗，你们明白了吗？万一呢？万一日本要是打赢了呢？万一中国又像那个以前的时候的汉奸又怂了呢？比年轻小伙更无所谓，更令人意外的是日本的老头老太太们。
你们啊，很多人都觉得日本的老人大多数是经过二战的，见过战败的惨状，见过原子弹爆炸的恐怖，肯定是最反战、最反对修宪的一群人吧。但现实恰恰相反，日本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在自民党的支持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对修宪的支持率远远超过很多年轻的群体，甚至有很多老人是高市早苗最坚定的支持者。那个留学生说，他在九州的一个小城和几个在超市里打工的退休老人唠过，问他们为什么支持高市早苗修宪。其中一个70多岁的老人说的话让他半天没回过神儿。那个老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天天嫌我们老不死，嫌我们占据了他们的工作，花了他们的社保，骂我们是社会的累赘。既然他们这么有本事，那就打一仗看看他们到底能不能撑起这个国家。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年了，真打起来也轮不到我上战场。这话听起来像充满了怨气，甚至有点疯狂，但是你也别先着急骂，先看看这些老人正在经历什么。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没有之一。日本总务省2025年公布的数据，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有3619万人，占了全国总人口的 29.4%。也就是说，每3个日本人里就有1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带来的就是越来越尖锐的代际矛盾。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把自己过得不好的所有的原因都怪到了老人身上，他们觉得是老人占据了企业里的正式岗位，让他们找不到好工作，是老人花光了社保和医保的钱，让他们交的保险都打了水漂，是老人把持着社会的财富和权利，让他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这种厌老的情绪已经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2021年，日本一个成田辅佑的耶鲁大学的助理教授搁电视上公然喊叫成田优辅说解决日本老龄化问题，那就得让老头老太太集体切腹，甚至说以后都得强制安乐死。就这话搁中国得被人唾沫星子淹死。结果在日本的年轻人里居然有一堆人附和，日本的社交平台上到处都是骂老人是垃圾累赘的言论，甚至有人喊出了老人不死日本不兴的口号。现实的情况更糟，日本劳务省2025年刚公布的数据，2024年这一年，日本家属对老人的虐待事件通报数量高达41814件，养老机构里的虐待事件的通报也有3633件，全都是历史最高。令人更揪心的是，日本每年有近1000起和看护相关的杀人事件，平均每天要发生3起。医院里80%的长期病床被老年的患者占着，年轻人得了疾病，有时候连一张病床都找不到。这种资源的争夺让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的敌意越来越深。但这些年轻人忘了，他们嘴里边喊的这些累赘，恰恰是日本经济奇迹的缔造者。二战结束的时候，日本被炸成了一片废墟，百废待兴，一穷二白。现在这些70多岁、80多岁的老人，当年正是20出头的年纪，他们在工厂里日夜没日没夜的干活，在写字楼里通宵达旦的加班，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把一个战败国建成了全球第3大经济体。年轻的时候拿着微薄的薪水，干着最苦最累的活，交着最高的社保，撑起了日本的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也给后来的年轻人铺了一个安稳的成长环境。现在他们老了干不动了，却被自己亲手养大的一代人骂成了社会的蛀虫，甚至有人让他们集体切腹自杀。换作是你心里什么滋味？你会不会委屈？会不会愤怒？会不会寒心啊？所以他们为什么支持修宪？为什么支持开战？不是他们忘了战争的代价，不是他们忘了二战战败的惨状，是他们对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自己亲手建起来的社会彻底寒心了。既然你们年轻人这么嫌弃我们，这么觉得我们碍眼，那么有本事，那我们就索性支持开战，让你们看看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啊！反正他们已经老了，活不了几天了，真打起来也轮不到他们扛枪上战场。他们倒要看看，没有了他们这些老人，这天天喊着厌老的年轻人，能不能在战争里撑起整个国家。他们不是想让日本走向战争，是他们心里的委屈和愤怒已经攒得太多了，多到已经盖过了对战争的恐惧。这个社会已经
容不下他们这些付出了一辈子的老人。那这个社会的未来是好是坏，是和平还是战争，他们也不在乎了。当然日本也不是所有人都跟着瞎掺和，也有死命反对修宪的人。但是你仔细看看就会发现，这些反对者几乎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共通点，他们有一份稳定体面的正式工作，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有房有车有孩子有牵挂，是日本社会里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他们为什么反对啊？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啊，一旦和平宪法被废除，日本走上军事化的道路，甚至真的爆发战争，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他们现在拥有的安稳日子呀。他们有稳定的工作，战争带来的经济动荡，汇率暴跌，通货膨胀会让他们辛辛苦苦攒下的资产瞬间缩水。他们有幸福的家庭，战争一旦爆发，他们的儿子丈夫都会被送上战场，他们有体面的生活。一旦日本战败，他们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渠道有能力看清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军事实力的差距，知道一旦开战，日本根本没有任何赢的可能，所以他们会拼尽全力反对修宪，会上街举牌抗议，会喊着守护和平宪法的口号。但最残酷的现实，这样的人在现在的日本占比实在是太少了。曾经的日本号称1亿总中流，意思是1亿日本人几乎都是中产阶级，家家户户有体面的生活，贫富差距极小。但是泡沫破裂这30多年，日本的中产阶级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塌呀！现在的日本相对贫困率已经达到了 15.4%， 也就是说每6到7个日本人呢就有1个人生活在相对贫困里面，年收入600万日元以上才算得上中产。全日本只有 21% 的劳动者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正式岗位越来越少，非正式雇佣越来越多，年轻人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老人被嫌弃被辱骂，越来越多的人被挤出了中产阶级的队伍，滑入了底层的绝望里边。那些有产者有牵挂者的反对声音在无数底层民众的绝望的呐喊里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高市早苗恰恰精准地拿捏了这种底层的绝望情绪啊，所以他振臂一呼，就把日本的分散的各自打着小算盘的支持力量全都汇聚到了一起。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那些支持高市早苗的日本人就是脑子缺根弦，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忘了二战时的教训。但是你们要知道，他们一点都不傻，他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处境里算了一笔最划算的账。他们都觉得战争的代价落不到自己头上，他们都觉得自己能在这场豪赌里成为赢家，他们都只盯着自己眼前的那点利益，明白吗？所以70多年过去了，2颗原子弹的伤痛也早已忘掉了。日本社会的烂摊子让越来越多的人又一次动了赌一把的心思，他们不是忘了历史的教训，是当下的绝望已经让他们顾不上未来的风险了。朋友们，大伙儿明白了吧？所以日本的主流民意就是要干翻中国，占领它。所以说中国还是醒醒吧。点个订阅，下期再聊。